大家好，我是 QB 老师。在这一段影片，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Unreal Engine 4跟 Unreal Engine 5的关卡编辑器在操作界面上面的一些差别。那其实 Unreal Engine 5的预览版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好像这种样子的影片并不是很必要。不过这一段影片主要是拍给第一次选修我的课程的同学，因为这些同学在过去并没有接触过 Unreal Engine。我在接下来的课程里面，其实只会用到 Unreal Engine 5，而对于这些同学来说，他们也没有必要去学习 Unreal Engine 4。因为我觉得目前的 Unreal Engine 5预览版在执行上其实算是蛮稳定的，而同学们不管将来是要做毕业专题还是就业，到那个时候呢，Unreal Engine 5的正式版已经推出来好一阵子了。不过，因为我之前的教学影片都是用 Unreal Engine 4录制的，那为了避免同学们如果有时候必须要去看这些旧的教学影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地方造成困扰。那所以我就用这一段影片，先来让这些新的同学们熟悉一下 Unreal Engine 4跟 Unreal Engine 5的差别。那我相信看过这段影片之后，再回头去看那些 Unreal Engine 4的教学影片的时候，应该就会容易得多。我想，对于熟悉 Unreal Engine 4，而且已经开始使用 Unreal Engine 5的人，应该都可以体会到 Epic Games 这一次在界面的改动虽然不多，但是都相当的用心。所以，对于一个已经熟悉 Unreal Engine 4的人呢，他几乎是不需要任何的学习，马上就可以开始使用 Unreal Engine 5。这里我就把两者并列在荧幕上，我们一一的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首先是 Content Browser 内容浏览器这个部分，在 Unreal Engine 5里面，内定是使用 Content Drawer， 就是内容抽屉。那平常是收着，不用的时候立刻就关掉，所以不会占据额外的空间。那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来讲的话 ，Content Browser 是在固定的这个位置。好，那除此之外，当我们使用 Content Drawer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左手边这边有一个树状的档案结构，而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来讲的话，这个树状结构必须按下这个按钮，它才会显现出来。那平常内定的时候是用一般的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当然我们通常在使用上也都会把它打开来。那另外在这个地方有一行可以输入文字命令，这种文字命令新手用到的机会不多，可是如果你将来出去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反而经常会用到这样子的文字命令。不过这个输入行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它其实藏在一个不太容易找得到的地方，所以在 Unreal Engine 5里面就把它直接摆在这里，让你真的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很快的就可以找到了。那再来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这边的 Settings， 就是我们用来调整，比如说显示的方式，或者是调整我们的这些图像的大小的这样子的一个 settings 的指令呢，那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它是叫做 View Options， 然后是放在 Content Browser 面板的右下方这个地方。那在 Unreal Engine 5是在右上方这里。内容浏览器这个区块还有很多其他小小的改动，不过我想大部分跟新手没有很直接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工具列这个部分。那在 Unreal Engine 5的工具列看起来比较像一般 Windows 的工具列，那它比较明显的是大概分成这样子4个部分，好，就是这4个不同的区段，整体而言看起来很简洁、很干净。那 Unreal Engine 4的话，它的工具列其实本身是一个面板，
就像我们其他这些部分都是一个面板一样，它不是用 Windows 的那种工具列的方式来安排的，但是其实两者的功能非常非常的接近。其中有几个按钮，包括这边的 Save， 然后 Blueprint、Cinematic、Play 这几个按钮，我们在 Unreal Engine 5里面这边一样有存档、有 Blueprint、有 Cinematics、有 Play， 这几个完完全全对应。那这边的 Settings 就是 Unreal Engine 4这个地方的 Settings。Unreal Engine 5在工具列的中间有6个按钮，这6个按钮对应到 Unreal Engine 4里面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如果看一下它前面的这些图像，跟 Unreal Engine 5这边基本上是1对1的。那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地方有6个按钮，但是这里只有5种不同的模式，因为它其中有一项，这一项这个功能并不是内建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的，所以在模式底下不会出现那个按钮。在工具列的左边这个 Create 下拉选单这边，我们可以把不同的物件加入到场景里头。那这一项功能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是对应到 Place Actors 这个面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面板底下有分门别类这些不同的类别，然后有个别的物件。那因为这整个面板其实蛮占空间的，所以在 Unreal Engine 5里面就被简化成像这样子的选单的模式，使用上也变得更方便了。那除此之外，有一部分比较不常用的这些物件呢，在 Unreal Engine 5的选单里面不会出现。但是在 Unreal Engine 5的最底下，这边有一个 Place Actors Panel。你如果把这个面板叫出来的话，那这个面板对应的功能其实就是原本 Unreal Engine 4里面的这个 Place Actors 这个面板的功能，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在选单上面找不到的物件，在面板这边仍然可以找得到。好，那以上几乎就是它所有主要的差别，大概只剩下2项吧。一个是 Build， 那我们目前只用到 Build Lighting 啊。那整个 Build 的这边的这些选项呢，在Unreal Engine 4里面是在工具列这边的这个 Build 选单这个地方，然后 Unreal Engine 5的这些面板，它可以缩到侧边去，就是像比如说，如果以这个 Place Actors 来讲的话，它这边有一个 Move to Sidebar， 那它这样子就会缩到旁边，有点类似内容抽屉一样。我在这边点一下，它就会打开，再点一下关掉。那如果按右键选择 Restore，它就回复回来，好，左右两边的这个都可以。那这个功能是在 Unreal Engine 4里面没有的。好，那再来就是颜色的部分，这个 Unreal Engine 5用了比较深的灰色，看起来科技感比较浓一点。Unreal Engine 4的灰就没有那么的深。好，那以上大概就是我所知道的比较直接可以看得到的差别。那剩下一些在选单上面的那些差别，我就不一一的去把它列出来了。好，那希望这些对我们的新手同学们能够有一些帮助。好，那介绍到这边，谢谢大家。